个月前呢，我大概是这个样子，那现在的话呢是这个样子。老实说，我大概瘦了约4公斤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一次瘦身，在我量 InBody 上面呢，我发现主要减的呢，大部分都是脂肪。大家所在乎的这个小腹呢，它是属于下腹部的肌肉，但是这块肌肉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练的。那刚刚提到要告诉大家一招最有效的瘦小腹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所以接下来呢，我要教大家如何透过平日的居家运动来达到缩小腹的方法。当初是为了我的同事量身设计的，一天大概只有花10分钟的时间，他1个月外围的这个小腹的部分呢，他就瘦了1寸了。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，我是 Amber。我的同事呢给了我一个任务，告诉他们要如何瘦小腹。3个月前呢，我大概是这个样子，那现在的话呢是这个样子。老实说，我大概瘦了约4公斤。当然啊，跟某个名医比起来，真的是没有瘦很多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一次瘦身，在我量 InBody 上面呢，我发现主要减的呢，大部分都是脂肪。4公斤里面呢，大概肌肉只有占了0.2公斤减少，所以呢，这个成效算得上是非常不错的。今天这集呢，我要分享的2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一招超级有效瘦小腹的方法。第二个东西呢，就是要如何透过运动来达到这个平坦小腹的方式。那我先大概介绍一下，就是说小腹为什么会产生，它其实有3个主要的成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结构性上面的问题。那另外呢，就有可能是皮下脂肪。第3个是内脏脂肪。但是其实绝大多数的人会胖呢，主要是因为内脏脂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人吃了过多的能量而不能够被身体利用的时候，它就会开始先变成脂肪，它储存在你的肝脏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脂肪肝。但是这个脂肪它不会只停留在肝脏啊，它会随着血液流到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。那最先在囤积在身体里面的呢，就会是在我们不动的地方。那不动的地方呢，最多的大概就是在我们的小腹部的这个地方了。所以呢，像是小腹啦、大腿啦，甚至是这个蝴蝶袖的部分呢，这都是比较容易囤积脂肪的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男生他有这个啤酒肚啊，其实这个肚子呢，它是内脏脂肪为主的。那刚刚提到要告诉大家一招最有效的瘦小腹方法是什么呢？这个要听清楚了，这一招就是饮食。其实在这瘦小腹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发现饮食大概占了我90%的一个比例哦。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糖毒危机》。那这本书呢，它主要强调的就是米字边的这个糖，其实是现代人累积脂肪一个最主要的原因。特别是这种糖分或者是添加糖，它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让你觉得说，我真的有多吃掉这些糖吗？它会存在在哪里呢？例如像我们的冷饮、冰品里面，或者是精致的糕点，甚至是零食，还有很多的人工食物，甚至是酱料里面呢，都会有很多的添加糖。那这些添加糖呢，它就会是脂肪囤积的主要原因。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这些饮料啊、零食啊，或者是糕点的人的话，戒糖饮食它绝对会是你瘦小腹的第一个功课。但是我也提说了，就是说这一招呢，其实是你有糖瘾症的人才会非常需要的。假若你没有糖瘾症的话，其实控制卡路里也是一个重点。那在中医的部分呢，它会透过中药去提高你脏腑的代谢，促进你能够排除湿气啊，或者是促进你排便，或者是肠胃的蠕动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有肠胃上面的问题，导致于你没有办法排出不好的东西，其实中医师他的开的这个中药呢，也是有促进代谢的方法的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要教大家如何透过平日的居家运动来达到缩小腹的方法。通常如果有在练健身的人呢，他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练腹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腹部的肌肉它非常的薄的一层，几乎是没有什么肌肉可以练的，所以大部分人不会花时间去练这个肌肉。另外就是我们不管是练上肢的肌肉或者练下肢的肌肉，其实它都需要腹部的肌肉作为一个稳固的力量，所以你练上面跟练下面其实多少都会练到腹部，所以一般健身是不会去练这个部分的。那再来第3点的话，如果说我们从解剖图上面来看的话呢，腹部的肌肉它分为上腹部跟下腹部。
大家所在乎的这个小腹呢，它是属于下腹部的肌肉，但是这块肌肉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练的，因为我们上腹部的肌肉比较强，所以它常常在练的过程当中，上腹部的肌肉就会去帮助下腹的肌肉去做运动，所以呢，下腹可能还是很容易就是囤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在做这一套训练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把意念放在就是你今天要练的就是这一块地方。我今天要教的这个方式呢，其实是当初是为了我的同事量身设计的。那因为他一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练，所以呢，我教的这6个动作里面呢，我教他一天只选1个动作，它的成效就是每一个动作呢做20下，然后做3组，一天大概只有花10分钟的时间，他1个月他的最大外围的这个小腹的部分呢，它就瘦了1寸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呢，其实虽然今天教了6个动作，但是没有时间的人呢，可以一天只练1个动作，那持续下去，其实都会有很好的效果。
上这6个动作呢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就一次做6个动作；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，你可以跟我的同事一样，每次只要选1个动作做就可以了。那你可以做的话就是一次做20下，然后重复3次，或者是像我刚刚的一次做40秒，然后休息中间的10秒钟之后做下一个动作。如果有练习的朋友呢，麻烦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